我们还未成亲，不可以这样。这就被吓到了。果然比起温柔可人的，我还是更喜欢风情万种的。我叫梅九英，京城首富之女，与京城四公子是青梅竹马。不久前，家族有人走私私盐被查处，梅家因此被抄家，自此家道中落。曾经的玩伴对我避之不及，只有杜成业还愿意像从前一般对我。那一刻我就知道，我对他动心了。他喜琵琶，我便为他学制；他爱甜食，我便向街口卖甜点的王婆婆学习；他喜欢风情万种，那我便丢弃从前的自己，为他改变。许是我的诚意打动了他，他终于答应娶我过门。我以为那会是我幸福的开始。要不是当年梅家在杜家有难时伸出过援手，老爷许给梅老爷一个承诺，就他现在这身份，能嫁入我们杜家吗？唉，狗皮膏药，死缠烂打的。哦，闹洞房喽！你们干什么？嫂子放心，我们都是新郎官的好兄弟，来闹洞房而已。滚开！你们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程烨，小姐，打死！杜成业，你混蛋！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居然……小蕊，我爱你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九英。大婚宴，你丢下自己的妻子，就是在这和别人苟且。是又如何？当初要不是你爹挟恩以报，我爹娘会逼我娶你吗？我根本不爱你，我爱的人一直是小蕊。林小姐，对不起。哎，小蕊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爹娘是一对很恩爱的父母，所以我自幼就憧憬着有一个像爹一样疼爱我娘的父亲。我天真的以为，只要把糖罐递给那个人，就一定会收获甜蜜。糖罐碎，里面糖洒落满地，与水融汇在一起，没有甜，只有遍地苦楚。是我拆散了一对有情人，是我错了。岁月在我有主人在等，刺落破石换残旧缘分的孤本。蒲蕊是青楼里的清官人，只卖艺不卖身。她一身素雅淡裙，言谈举止文雅大气，丝毫不输京中的大家闺秀。原来她也会这般含情脉脉地看人，眼眸温柔缱绻，藏着无尽柔情爱意。原来她不是不喜欢温柔可人的，只是不喜欢我。把我和蒲蕊的衣服洗一下。好。程烨，你叫我来。小蕊，哥几个算给你报仇了吧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梅小姐？小蕊喜欢吃甜点，我记得你做的不错，就叫你来了。好，我去给你们做。我回去换身衣裳。这些人太过分了，我去教训他们。别，是我欠他们的，是我的错。阿四，我想和离。好。你想都别想！为了一个青楼女子和自己的妻子和离，传出去，我杜家在京城还有脸面吗？这做个妾还是可以的。小蕊只能是妻，梅九英那个破落户都能做妻，凭什么小蕊不行？杜伯伯，他们是两情相悦的，你就成全他们吧。我不需要你在这里假惺惺，我就说你怎么会那么好人，提出和离，你早就猜到我爹不会让小蕊进门，是不是？我没有。够了，是我配不上杜少爷，我们以后别再见面了。小蕊。
程烨，你不可以就这么走了。或许我们还可以找杜伯伯商量。梅九英，你能不能别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？你想男人就自己去找啊，滚开！我的儿啊，早知如此，当初就该同意和离，让他娶了那女子。杜程烨带着蒲蕊私奔，杜伯母哭得肝肠寸断，杜家上上下下把所有责任都推向了我，怪我硬嫁他们的儿子，怪我留不住他们儿子的心。可我分明提出过和离的。你还我儿子！小姐小心！好啊，我弟弟刚被你气走，你这就和自己的护卫勾搭上了。我没有，都是你们杜撰的。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！来人，给我把他们拿下！谁敢动我家小姐？杜家怎么说也是上古世家，现在看来不过是一群蛮不讲理之人。你算哪根葱，居然还敢还手？别忘了，梅家现在还是靠我们杜家救助的呢。够了，我相信九英的为人，可你这护卫未免太过目中无人，必须给点教训，才能让他知道谁是主子，谁是下人。阿尊只是护我心切才出手伤人，杜伯伯，您就放过他吧。是我自己莽撞，和小姐无关。杜程烨和人私奔，杜家却在找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来向我发泄怒火，何其可笑啊！啊，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帮你上药。小姐，我们来坐实罪名如何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夜里刚下过雨，空气变得沉重而粘稠，沿边的雨声盖住了桃花蕊被刺破时发出的声响。池塘静谧处，红莲悄然绽放，两瓣恰佳玉中，一道清泉流入花心。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男人使不完的气节，以及那壮实的身躯带来的一抹甜蜜。自此蚀骨知死，不知言辞。是葬礼，是身体，脚下很难自伤，你可知我的遗憾？是淡情。阿隼是我从人牙子手里买来的，初遇他时是3年前，他满身是伤，半死不活地躺在人牙子的笼里，我瞧着他格外可怜，便买来当贴身护卫。可渐渐的，我发现他比其他人都能打，而且行踪总是不定。我不想去深究他真正的身份，他愿意留下或离开，我都是祝福的。杜程烨走了，我连和离离开的机会都没有，我这辈子只能屈居杜家。那我就做小姐的玩宠，随时供小姐取乐。但还没消停吗？小姐，我也回来了，咱们现在在过来的路上。什么？快滚下来，躲起来啊！这哪有地儿啊？就不该答应你在我房间乱来。不是你说要寻求刺激吗？九英，好久不见。这不是杜少爷吗？怎么盘缠用完就回来了？疯了吗你？哼，几年不见，你倒是学会阴阳怪气了。人见到了，可以滚了。要不是我爹逼我，我才不回来这里看你。混账玩意儿！麻烦回来了，我得去看看。那我怎么办？自己解决。小宝，快叫祖父祖母。祖父祖母，乖，真乖。娘，现在你总能答应我和那个女人和离了吧？只要你肯回来，娘什么都答应你。好啊，不过你得想清楚，现在和离，我可是要分走你们杜家1半家产。几年不见，他出落得更妩媚动人了。你说什么？杜少爷，您成日游手好闲，都不关心家里的生意吗？
在你走前，杜家就因生意不顺，连续亏空几年。你走后，是我帮你操劳家业，是我帮你重振杜家雄风，也是我帮你将杜家的商铺发展壮大。按照律法，成亲赚得的财产，和离时夫妻是要对半分的。准确来讲，是你分走了我一半的钱，不是我分走你的。还有九阴啊，这不是还没同意吗？现在只是商讨阶段，何必动怒呢？他要和离不是挺好吗？你何必去威胁他？我没想和离。现在这样不挺好吗？他玩他的，我玩我的。杜家家大业大，大把钱供我使，爹娘的生意也重新做起来。和离了，我财产要少一半呢。就为了钱？那不然呢？有钱有势时，所有人都巴结你；穷困潦倒，你连路边那条狗都不如。你就没想过我们的未来吗？没有啊，你看，自从我和杜成业成婚，两家都变得更好了，这不就是天赐良缘吗？至于感情，早就丢掉了。那我算什么？弄清你的身份，是你自己说的，愿意做取悦我的玩宠。我不介意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，但是只要你还留在我身边，你就永远只是我养的一条狗，少来管我的事。事无逾矩了，我今天其实还有件事要和你说。说，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去处理一些事。你不经常这样吗？去吧。你也不怕哪一次我走了，就再也不回来。我们这儿啊，是专供官员娱乐的场所，什么亲王侯爷都是这儿的常客，官家买卖稳赚不赔的。真稳赚，你也不会让我接手不是？这行了，我包下了。今天天字1号房的那位可难伺候了，换了好几批姐妹都没入他眼。唉，好像是长平侯之子，禁军统领萧玉。听说他和陛下是出生入死的结拜兄弟，要是能帮上他这样的大款，下辈子就不愁了。小小，这些年若不是寻斗士能看到你，我都怀疑你人间蒸发了，每次找你都没影儿。对呀，今儿个可算把你约出来了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可以消愁的地儿，无聊至极。九英，他怎么在这儿？长相没我出众，身材没我高挑，肌肉也没我紧实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哎呀，难怪那么多美人都没入你眼，原来萧兄好这一口啊！屎壳郎打喷嚏，啥？满嘴喷粪。可那美人，大美人，刚刚怎么不叫上来？哎呀，这是我们的东家，不是这儿的姑娘。原来是老板娘啊！这位是萧统领，萧玉。九阴见过几位贵客？无数相逢，无数离分。那几个，还有这个叫到我房里。这就安排。这个不错，挺结实的。这个手感也不错。家里还有事要处理，先走了。哎，侯爷和夫人不是出门远游了吗？你处理啥呀？来呀，夫人，我在这儿呢。好坏呀，讨厌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怎么有别的男人进来？你们怎么做事的？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。萧统领，你怎么闯进来了？啊，我东西落了，回来捡，刚好听到这边有喧哗声，就过来看看。你差点把我的客人吓跑，他如何赔偿我呢？小心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差点忘了，他身边已经不只有损一个护卫了。说，你们是谁派来的？小姐，他们全部自尽了。不知道成功了没有？怎么说他也为杜家尽心尽力，我们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？不除掉他，我就坐不上正妻的位置。我只是想给小宝一个嫡长子的身份，你以为买凶杀人，我的心就好过吗？杜少爷，你买的杀手不行啊，3两下就被制服了。什么？无凭无证，你怎么能这么说程烨？他们自己认的。你胡说，他们是死士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死士？我猜的呀，反正你不能冤枉程烨。你一个妾室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梅九英，
休得对小姐无礼。我没找你麻烦，你倒是先找上我麻烦了。是又如何？这一切本就是杜家给你的，你净身出户又能如何？别忘了，是你欠我的。放你的狗屁！梅九英，你疯了吗？小英，你这次过分了，还当我是懵懂无知的少女呢？轻易几句话就能让我陷入内疚？当年我爹来找你们允诺承诺而已，又不是圣旨，分明是你们自己拉不下脸面拒绝。我嫁来杜家后，一直兢兢业业做好一个妻子的工作，而他呢，丝毫不顾及自己是个有妇之夫，天天与一个青楼女子厮混。我当年有没有说过要合理成全他们？是你们杜家不同意的。最后他杜成业不管不顾地丢下一切与人私奔，你们又将怒火全部发泄到我身上。这些年如果不是我帮你们打理家业，你们能有今天？现在居然还要买凶杀我！夫死妻要守寡，妻死夫却能吞并妻子所有财产，这个世界对我根本就是不公平。不是要离吗？那就离。这是所有的财产分配，在和离书上签完，二位便恢复自由了。他分走那么多，要不算了吧？再让我们犹豫一些时日。是不是有病？陛下怎么亲自来了？皇叔逼宫时，你带着禁军救驾有功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我想要的你也给不了，倒不如多给我几天假。你这人真是……大人，参见陛下。不必多礼。大人，这几天那杜成业和梅小姐闹和离的事儿正传得沸沸扬扬呢。那离了吗？没有，听说临门一脚，那杜家又不愿意放人了。我得回去看看。你用得着这么着急吗？再歇几天也不迟。御医说刀再入3分，你这胳膊就得废了。我都离开好几月了，再迟些他估计都要把我忘了。从前的一直屁颠跟在我身后的主意，现在细看还真是人间绝色。离我家小姐远点。杜成业，我们是夫妻，夫妻间亲近，有你一个护卫什么事？怎么想对我动手？你这又是干嘛？天天吵，天天闹。爹娘，这个护卫想对我动手。哼，又是你，当初就怀疑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一腿了。哎呀，这妻子婚内与人通奸，可不是和离，那是可以直接休妻的，一个子儿都分不到的。行啊，只要你们能找到证据。给我等着。阿隼，来人，把杜成业的腿给我废了！只要人不死，随便你们怎么处理。给我看看你的伤。我没事，一时不慎才挨了杜成业一脚。这是意外。你要是再在外面把自己弄伤，回来让我玩的不尽兴，我就废了你。遵命。消失几月，你是真有其他事儿呢，还是在与我怄气？二者皆有。秀英，天色尚早，再看会儿书也不迟。可是我想你了。他也想你了。秀英，怎么很难受吗？小姐，求你。求我什么？梅九英，你这个毒妇！没长眼吗？我就差3万两了，您就让我入股吧。我们新楼每天日进这个数，太多人想加入了，要入股最低也得10万两，而且就刚开店几个月可以入。哎，就差3万两了呀！入个股而已，我还以为你欠他钱呢，靠这么卑微。看到那条长队没？最新款的金饰都在这儿，就是京城的贵人也得要排队才能买得到。
怎么，杜公子也对我们金楼感兴趣？小入10万。这是您的20万两。20万，直接翻倍。哎，小意思，人家刘老板入了100万，现在数钱都数到手软了。那我也……你不是在和梅家姑娘闹和离吗？到时候真离了，你现在赚的不也要分她一半？鱼儿快上钩了。这金楼我的，喜欢什么可以自己选。那些排队的人也是我雇来的，烧了1个多月钱了。杜成业那个蠢货，连夜拉着我去官府办和离手续，又上赶着把钱给老金，真是蠢得可怜。人呢？这儿的老板呢？我就是这儿的老板。不是你，我是说金老板。什么金老板？不认识，只有一个姑娘找我租了2月房子。100万，我的100万全没了。打我的人分我的钱，看我不玩死你。你算是为我报仇吗？笑得跟条哈巴狗似的。走吧，随我去萧府见那萧玉。你找他干嘛？你的话便秘。我伤口好像又裂开了。我看看。不用了，我随便找个郎中看一下就好。你先去吧，别耽误你行程。萧大人不见客。等一下，萧大人又可以见客了。还好赶上了。大人，萧大人。何事？大人看起来很热。是有点。我想请萧大人看些东西。杜成业替他那几个兄弟买官职的证据，我没记错，他们买的那金吾卫中郎将是您的麾下吧？是，但姑娘又怎知不是我纵容下属买卖官职的？又或者我和他们本就是一丘之貉？因为我和你才是狼狈为奸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我们太熟悉了，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能认得。我只想知道萧大人什么时候对他们动手。杜家被你骗得破产，杜成业也被你废了，胡瑞带着孩子连夜跑路，如今连杜家的男丁也要被你送入大牢。小姐果真是蛇蝎美人。我不想听废话。3天内，说来我还要感谢小姐帮我清理下属。你去哪儿？萧大人，戏演了8年还没演够吗？该散场了。没有8年，我一开始的确是被奸人所害，重伤失忆，前几年才恢复记忆的。萧大人精力挺充沛啊，两边来回跑。宝贝，我充不充沛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登徒子。萧大人，你这是私闯民宅，知道吗？我回自己家也不行吗？你已经没有留在我身边的身份。有啊，你的追求者。萧玉，我才刚恢复自由身，不想再因为婚姻惹一身麻烦。你是官，若有一天你不爱了，变心了，我对付你比对付杜成业更麻烦。如你所见，若不是他们作死派人刺杀我，我其实没想过要和离的。毕竟杜家的很多商铺也有我的心血。我对爱情是无所谓的，我就是一个没有感情、势力、贪财的货色。如果你只是需要人发泄欲望，我们怡乐院有大把人供你玩，你没必要非和我纠缠。你觉得我这些年两头奔波，伏低做你的护卫，只是为了一晌欢愉？那年我受了重伤，被人牙子当作奴仆关在笼子受累，茫然无知的我睁眼就是被恶意包围的世界。只有你给了我温柔与善意。你穿上这身还挺帅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天生护卫，专门负责我啦。好的。王婆婆家的糖好吃吗？好吃，这是我向王婆婆学来亲自做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最讨厌吃这些甜甜腻腻的东西，请你吃我最喜欢的糖。好吃。小蕊，送你，这个可甜了。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早点恢复记忆，在最无能的时候看着你弥足深陷，为他舍弃自我，为他封心所爱。过去的糖罐碎了，那我就为你做一盏新的。我并非纠结婚姻形式的人，
你不愿被一纸婚约束缚，那我便一直陪在你身边。你想什么时候甩我都行，反正夫妻间该做的不该做的我们都做了。我只是和你在一起，这里便是喜悦的。你呢？这心跳声是他的还是我的？这么甜，你想让我蛀牙吗？传出去你是和王婆婆学的，都丢他老人家的脸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猜？那你同意和我在一起了吗？等你什么时候做的和王婆婆味道一样再说。那就是同意了。你猜？哦哦你发什么疯？关山落尽大梦这一场，总愿成劫这死不能忘。以为看破宿命，却在梦醒时突然的彷徨。谁共我云白是风霜，情似山花一抹天光。天若有情，你我来生再回望。